曾经的我习惯把人生活成一场证明，证明我够聪明，证明我能被喜欢，证明我值得拥有幸福。我把被认可当成目标，拼了命想让别人看见我，喜欢我，接纳我。每一个决定，每一次努力，其实背后都藏着一句没说出口的话：我是不是现在这样还不够？我以为只要被看见，我就有价值；只要被选择，我就有位置；只要被爱，我就有资格存在。但那样的日子久了，我的心开始越来越疲惫，因为每一次的证明换来的不是安定，而是更多的不安。我总是怀疑，如果我没有达到期待，没有维持那个被喜欢的样子，我是不是就不再值得？有一天，我站在镜子前，看着自己疲惫的眼神，那是连自己都快认不出的样子。我问自己，我到底是谁？那一刻我才惊觉，我用了太多时间去成为别人希望的我，却从来没有好好问过，我希望成为谁？我开始意识到，也许我不需要再去证明什么，也许我可以开始选择自己。不是因为我已经足够完美，而是我终于愿意承认，我原本的样子就值得被站在自己这边。选择自己并不容易，它代表着我不再迎合，我开始说出不，我拒绝那些让我不舒服的关系，我允许自己放弃那些别人看来不错，但我其实不快乐的生活。有时候会孤单，有时候也会动摇，我也会害怕，会怀疑，甚至会想要退回去那个乖巧又讨人喜欢的样子。但每当我坚持一次，我的内心就多一分力量，因为我知道那些选择终于不是为了讨好谁，而是为了靠近自己。我不再花时间证明我很好，我开始花时间问自己，我喜欢什么？我相信什么？我想走去哪里？我不再把别人的标准当作人生指南，而是开始倾听内在的声音，哪怕那声音微弱、颤抖，也比外界的喧嚣还真实。我开始相信，我的选择就是价值的证明，不是因为它符合谁的期待，而是因为它忠于我自己。当我开始选择自己，我的世界开始改变。我遇见更多真诚的人，他们不需要我戴着面具，也不害怕我表达不同意见。我建立更稳定的界限，让我能在关系中呼吸，而不是淹没。我在面对失败或批评时，不再全盘否定自己，而是多了一份对自己的信任。我知道我是谁。那些我曾以为非要努力证明才能拥有的东西，其实早就可以是我的。我只差一个决定，不再把自己交给他人的评价，而是开始为自己说，我愿意。我愿意相信，我的存在就是价值。我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，不管别人怎么想。我愿意走自己的路，哪怕看起来慢、绕、不同寻常。我不再需要证明我值得。我知道，我就是。我选择自己，不是因为自私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懂得爱。真正的爱，是愿意回头看见自己，拥抱自己，允许自己走出自己的样子。我走过一条从证明到选择的路，每一步都在松开我必须变得更好的执念，也每一步都在靠近一个更真实、更安稳的自己。原来，当我不再证明自己，我才真正开始拥有自己。我以为自信是一种张扬，是在人群中侃侃而谈，是目光锐利，步伐坚定，是能大声说出自己想要什么、不想要什么的气势。我羡慕那些总能在会议中第一个发言，在人前毫不迟疑地表达自己的人，我觉得他们拥有某种我没有的力量。那时候的我，
声音总是轻的，语速总是慢的，说话总是先观察别人的反应再决定要不要继续。我以为自己就是不够自信，所以我学着让声音变大一点，学着在社交场合装出自在的样子，学着模仿那些看起来很有自信的姿态。但每次回到自己的空间，我仍然感到疲惫，甚至有点空虚。因为那些外放的样子不是我真正的样子，我只是在努力扮演一个看起来自信的人，而不是成为一个真的安定的人。我开始怀疑，自信真的是一种外表的表现吗？还是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感觉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段很长的沉默里，突然有了一种奇异的平静。那天我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看着阳光洒进窗边，心里没有波动，没有焦虑，没有比较，只有一种很单纯的感觉，我在这里，而这样的我没什么不好。那不是狂妄的自信，而是一种安静的力量。我不需要说什么，证明什么，征服什么，却能感觉到我在这里，我可以。我开始明白，自信不是声音变大，而是心里终于安静下来。当你不再需要透过外界来定义自己，不再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动摇，不再为了获得肯定而过度表现，你开始靠近真正的自己。那是一种从内而外的安定，一种你知道不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会选择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底气。自信不是我大声说我可以，而是即使别人质疑我，我也仍然知道自己可以。自信不是我要在每一次竞争中赢过别人，而是我知道自己的步伐与方向，不需要比较。自信不是我永远表现完美，而是我知道即使我失误了，退步了，我依然值得被爱，被尊重。每天都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，不是一天突然变得无所畏惧，而是每一个当下选择不背叛自己。当我做了一个决定，别人不理解时，我不再急着解释；当我表达一个感受，别人不认同时，我不再怀疑自己；当我感到情绪低落，我不再逼自己要振作，而是告诉自己，你可以慢慢来。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，其实都在一点一滴累积那份内在的自信。因为每一次我愿意理解自己，支持自己，允许自己，我就在告诉自己的潜意识，你值得被信任。我不再让世界决定我的价值，也不再让他人的肯定主宰我的自我感受。我开始学会在静默里与自己对话，问问自己真正的想法，而不是只听从应该怎么做。我开始练习慢一点，柔软一点，而不是急着证明自己有多强。我也开始愿意承认脆弱，不再害怕说我不知道，我需要帮忙。因为我知道，真正的自信是你能与自己的脆弱共处，而不失去对自己的信任。我走过一条从喧嚣到宁静的路，从声音外放的假装，到心里静下来的相信；从习惯向外寻找认可，到每天练习选择自己。有些人自信地走在人前，而我学会安静地站在自己心里。无论外界如何喧闹，我知道我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，那就是我自己。真正的自信不需要张扬，它只是静静地说，我会一直在，陪着你。有一种痛，不是来自世界，而是来自我不愿面对自己的那一刻。我曾经是个很会逃避情绪的人，难过时笑着说没事，委屈时假装坚强，失望时转身离开，从不让人看见真正的自己。我习惯对自己说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种感觉会过去，别太敏感了。仿佛只要够理性，够清醒，
就可以把那些不想承认的感受压下去。但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并不会消失，它们只会躲进更深的地方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用突如其来的焦虑、疲惫、无力感把我拉进黑暗里。有一天，我在下班回家的地铁上，忽然忍不住在拥挤的人群中掉下眼泪。没有预兆，没有理由，只是觉得好累，好想被谁抱住，好想有人能动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我从来没有真正接住过自己。我一直努力维持应该是的样子，却没有停下来听听现在的自己到底怎么了。我开始学会静下来，问自己一句话：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？不是用理性去剖析那份情绪从哪来，而是单纯的承认，我正在痛，我需要被理解，而不是被修理。第一次，我没有告诉自己要坚强，而是轻轻地对自己说，我懂你，真的很不容易。那一刻，我哭得很深，但那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，原来我可以这样温柔地对自己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练习接住自己。当我觉得失败时，我不再自责，而是抱着自己说，你已经很努力了。当我觉得孤单时，我不再急着找人填补，而是陪自己静静坐着，让那份寂寞慢慢被理解。当我对未来感到恐惧时，我不再强迫自己乐观，而是允许自己害怕，然后一步步往前走。接住自己，不是让自己停在情绪里，而是承认那份情绪有它的存在价值。我们的心只想被看见，当我们愿意看见它时，它就不会那么痛了。我也开始明白，从来不是那些困难让我脆弱，而是我不愿接住自己的那一刻，才让我真正感到无力。当我终于学会拥抱自己的不完美、不堪、混乱，我才开始感觉到一种力量，那是来自我就是这样，也没关系的稳定。我不再需要装坚强，不再害怕别人看到我脆弱的样子，因为我知道，真正的勇敢是我自己先愿意接纳自己。从前的我把成为更好的人当成目标，现在的我知道，只有在愿意面对每一个当下的自己时，我才真正靠近了自己。我也发现，当我接住自己，世界也会开始接住我。我遇见更多懂得共感的人，我开始不再在关系中讨好、隐忍，而是能够真诚表达自己。我开始建立新的节奏，按照自己的步调过日子，不再被外界牵着走。接住自己是一种选择，也是一种温柔的革命。它不是大张旗鼓的转变，而是一种静静流动的改变。当我不再责怪自己、批判自己、逃避自己，我才真正给了自己存在的空间。我终于明白，我不是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才有价值，而是当我接住自己，愿意成为自己，我才真的活起来了。真正的自我认同，不是来自变得更好，而是来自我愿意不再离开自己。而那一刻，就是我开始真正成为自己的开始。曾几何时，我以为人生的答案藏在别人的眼神里。我小心翼翼地选择每一句话，每一种反应，只为了换取你很好的评价。我以为只要别人满意，我就是对的；只要有人肯定，我就有价值。我把自己的存在绑在一个又一个外界的标签上，学历、工作、朋友圈、感情关系，每一样都像是一面镜子，我不停地照着别人的期待，努力让自己值得被喜欢。但我没有因此变得安心，反而越来越迷失。因为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总还是会有人不喜欢我，不认同我，甚至贬低我。我开始怀疑，
我到底是为了自己活，还是为了那些无法控制的眼光活？有一天，我听到一句话：你不可能同时让所有人喜欢你，因为他们喜欢的不是同一种人。那一刻，我像被什么点醒了。我突然明白，原来我过去所有的努力，不是为了成为自己，而是为了成为别人喜欢的版本。我一直在追求一种不可能的稳定，一种来自他人口中的认可。但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，我喜欢我自己吗？我开始停下来，不再急着调整自己去配合谁，而是学着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很不习惯。当我没有从他人口中听见你很棒，我会感到不安。当我做了跟大多数人不同的选择，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。但每一次我勇敢地站在自己这一边，我就多了一分力量。我开始学会给自己肯定，不是夸张的赞美，而是一种安静的确认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这是我相信的方向。我开始练习让别人的不理解停在他们的范围里，不再拿进来当作对自己的判决。我开始允许自己与众不同，也不再用讨好的方式去维系关系。当我不再依赖认可过日子，我发现自己变得自由了。我可以说不而不内疚，可以休息而不自责，可以做选择而不需要解释。我也发现，那些真正爱我的人，其实从来不是因为我多完美，而是因为我够真实。我不需要扮演谁，也不需要隐藏什么。我可以是完整的自己，带着光与影，也依然被爱着。我不再把价值交给别人决定，因为我知道那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我可以不迎合，不取悦，不符合期待，但我仍然值得。我开始告诉自己，今天的我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，但我依然是有价值的。我开始学会在安静中与自己对话，在失落时拥抱自己，在怀疑时重新站稳脚步。那是一种内在的稳定，一种来自深处的肯定，不再需要透过外界来维持。不是说我不在乎别人的意见，而是我不再被他左右。不是说我不需要被爱，而是我先学会了爱自己。我的价值不依附任何人的认可，它存在于我愿意真实活着的每一个选择里，存在于我不再质疑自己的每一个当下。我终于知道，我本来就是完整的，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。而当我这么相信的时候，世界也开始用新的方式看见我，因为我先看见了我自己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